都說大框架跳舞好看，其實真正好看的原因并不是框架大。作為1.6米的小個子，我以前也追求大框架，但不管如何努力，也比不上人大高個隨便擺擺的框架。這種硬件差距的挫敗感，大家也不陌生吧？我們把重點搞錯了。其實沒有高大身材也可以做出框架感，只要我們把框架前的大字改成聰明的。今天我就來分享3個自己私用20多年的聰明框架秘訣，快來跟我學起來吧。那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關鍵問題，因為很多人對它的認識都是片面的。動作的框架到底是什麼？它是一個靜止的造型嗎？還是一個動作？現在我就讓巴塞羅那來告訴你。你看我身後是高迪的著作《聖家堂》，這是城市俯瞰圖。現在我們把它們的輪廓畫出來，這就像我們用身體擺出不一樣的造型。但是如果我現在騎車從這一頭到另一頭呢？我從出發點到終點的行車路徑就成了框架。在舞蹈裡，就是從 A 點到 B 點的動作，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所以動作的框架可以是靜止的外形結構，也可以是行動的路線結構。但這都還只是前提，要做出好的框架，關鍵在於跳舞時我們要有空間概念。什麼意思呢？高迪設計聖家堂的時候，不是直接起草建築稿的，而是先看到了這塊空地和其周圍的環境，才開始創作。跳舞也一樣。我現在站在這裡，我要先看見周圍的空間，然後再做動作，並思考他們可以如何佔據我周圍的空間。很多同學的挑戰就在這裡，不管是造型，比如說這個動作，可是很多同學卻會擺成這個樣子；又比如說一個動作路線的話，就會被做成這個樣子，最後的首位和開始的首位都沒有對。所以大家的問題很多時候並不是框架不夠大，而是因為沒有空間概念，連框架都還沒有做準確呢。所以我的第一個聰明框架訓練思路是，先明確具體的動作框架或者路線，再將它們放到自身周圍的空間裡，最後用空間幫助我們把動作填滿，做精準。做到這一步，你的動作框架就基本上已經很有型了。对了，如果你是舞蹈零基礎，我的陪伴式蛻變方案會根據你獨特的身體節奏，給予安全高效的個性化支持。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視頻下面的鏈接來加入我。注意，聰明的框架一定不是把自己硬掰成大高個的大框架，這樣就會像我手中這個迷你聖家堂，卻非得要變成那個真的，那不是很痛苦嗎？著名的拉班動作分析中也說到，每個舞者都有自己的運動球。就是你的身體能觸及的空間範圍，所以框架的大小不是絕對的，而是根據每個人的身體條件而言的。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與大框架無緣了。下面我就告訴你們，可以如何在自己的範圍內將動作框架再度放大。這時候我們依舊要用到空間，什麼意思呢？比如我用右手畫一個圈，看似這個動作已經做到位了，其實還可以更大。現在讓我把這個圓圈的直徑放大10厘米，讓我的指尖現在去觸碰這個更大的圓圈。第一個版本只有我們的手臂在動，第二個版本我的肩膀、胸、腰都參與了進來，完成這個圈。而且如果我加上腳步，這個圈可以變得更大。看到了沒有？同樣的動作，如果我們將它的框架在空間中先放大10厘米，然後再用身體去觸及它，那我們自己的框架是不是就更大了？這就是我的第二個秘訣。而且在過程中，我們一定要讓身體的其他部位多參與進來，這樣會讓放大變得更加容易。再給大家舉幾個例子，比如這個 up and down 的動作，我們可以通過腰背和腿的參與，讓框架變得更大。又比如這個造型，我們還可以通過手指往那兒延伸，後背往後延伸，來增加動作的張力。然後這個打開的動作，我們可以放大雙手的路線，讓框架變得更大。其實這裡的框架就是動作的幅度，但是每個動作都放大10倍的話，你還能看到我的大幅度嗎？為什麼會這樣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我把一個放大的動作當一個黑點，現在整個屏幕都是黑點，誒，你還能找到最初那個黑點嗎？現在呢？這裡就涉及了藝術中的對比原則。一個作品如果沒有了對比，就沒有了焦點，再怎麼看都是無趣。
那從編舞的角度來說，動作之間的對比來自於框架、速度、力量等等的巧妙變化，從小到大，從快到慢等等。所以我的最後一個訣竅是，大家跳舞時內心一定要穩，不是所有的動作都是越大越好，或者越快越好的。我們要處理好它的相反面。在大框架前，一定要處理好小的動作，給予足夠的時間來表達這些看似不是焦點的動作。這樣，當我們要釋放大動作時，才能真正凸顯它的能量。其實到這裡，你真的還在認為只有大框架才是動作的主角嗎？我們跳舞重要的是要巧妙地處理動作之間的 dynamic，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身體適合什麼樣的框架。近20年前 ，Oh my god， 我好老。當我還在上海戲劇學院攻讀舞蹈編導本科時，我發現相比表演班同學們那種大線條、大框架的美，我的身體更適合往裡縮的彎曲的美。當與標準審美和解之後，我才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獨特的舞動方式。所以回到我們最開始的話題，大框架跳舞好看嗎？好看，但是真正好看的從來都不是大，而是有空間、有延伸、有对比。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屬於你自己獨特的框架語言。那你一定不能錯過這個視頻，因為在找到獨特的動作風格前，你得先搞清楚舞蹈跟你到底是什麼關係。